一副手工雕刻的玉米新烟斗，一頂金絲绣花的特制军帽，還有那副雷朋墨鏡。當這三樣東西組合在一起時，一個形象會瞬間在你的腦海中浮現：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那麼，一個逆轉朝鮮戰局的天才，一個將日本改造成現代民主國家頂級政治家，為何頻頻二戰初期犯下重大失誤？他又是如何精準預言出台灣在亞洲不沉航母的價值？他究竟是一個被誤解的先知，還是一個被過度神化的演員？今天就讓我們剝去那層鍍金的濾鏡，一同探索這位五星上將面具之下的真實面孔——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把時間撥回到1941年12月8日，麥克阿瑟接到了那個令他震驚的消息：珍珠港遇襲，這意味着戰爭已經爆發了。按照常理，這時候麥克阿瑟應該立刻跳起來，開始按照計劃進行戰略部署，對吧？特別是當時的菲律賓並不是毫無還手之力，麥克阿瑟手裡握着一張王牌，35架當時最先進的 B-17空中堡壘轟炸機，這是美軍在西太平洋唯一的戰略打擊力量。當時的空軍司令布雷頓急瘋了，他很清楚這些昂貴的轟炸機停在地面上就是活靶子，但是只要能起飛，就能对日軍基地造成重大打擊。他一次又一次的請求讓 B-17起飛，我們要先發制人轟炸日軍在台灣的機場。但在接下來的9個小時裡，麥克阿瑟的司令部裡發生的事情卻成了美國軍事史上最大的謎團之一。參謀長薩索蘭擋住了所有請求，原因會讓人忍不住想，麥克阿瑟到底是不是一個軍人啊？當時麥克阿瑟居然認為日本人可能不會立刻進攻菲律賓，他還在幻想通過外交施壓和軍事威懾，叫裕仁拱手來降，日本不戰自退。結果就是整整9個小時，遠東美軍的指揮系統完全的癱瘓狀態。直到中午12點35分，日本轟炸機群悠哉悠哉地飛臨克拉克機場上空時，他們驚訝地發現，美軍那些寶貴的 B-17轟炸機竟然整整齊齊地排列在跑道上，甚至還在進行地面加油和裝彈。僅僅幾十分鐘，麥克阿瑟苦心經營的空中力量，就因為他本人的天真，就在地面上化為了一堆廢鐵。這場災難的荒謬程度甚至超過了珍珠港。因為珍珠港是遭到了偷襲，而克拉克機場是在接到了9個小時的預警之後，眼睜睜地看着自己被毀滅。但這僅僅是災難的開始。如果說丟掉空軍是因為行政混亂，那麼接下來陸戰的崩潰，則是源於麥克阿瑟那致命的自負。在戰前，美軍原本制定了一個務實的橙色3號計劃，核心思想很簡單：菲律賓守不住，那就別硬守。一旦開戰，主力部隊立刻撤退到巴丹半島和克雷西多要塞，利用地形死守，等待本土海軍增援。但這對於心高氣傲的麥克阿瑟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他不想當一個還沒打就撤退的將軍，於是他推翻了原本的計劃全面防守海岸線。他把原本應該集中囤積在後方要塞的物資分散到了漫長的海岸線上。然而現實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日軍在臨家庭灣登陸後，麥克阿瑟引以為傲的灘頭防線像紙糊一樣被捅穿了。這時候他才慌了神，匆忙下令恢復橙色3號計劃，命令部隊撤往巴丹半島。如果說這還只是麥克阿瑟指揮能力不行，但接下來發生的事件就是麥克阿瑟的人品和道德問題。1942年1月，當前線的士兵們為了每一顆子彈和日本人拼命的時候，麥克阿瑟正在克雷西多島安全的地堡裡做一件你絕對想不到的事。菲律賓總統奎松簽署了一份第1號執行令，從國庫中撥了50萬美元作為給麥克阿瑟個人的特殊酬金。50萬美元換算到今天大約相當於900萬美元，這是一筆巨款。雖然名義上是感謝他在戰前擔任軍事顧問的貢獻，但在大敵當前、國土淪喪的時刻，這筆錢怎麼看都像是一筆買路錢。事實上，也就是在這筆錢到賬的後一天，一直拒絕奎松撤離的麥克阿瑟立刻鬆口。要知道，同期的另一位名將艾森豪威爾面對類似的饋贈時，那是嚴詞拒絕，理由是這會玷污軍人的榮譽。但麥克阿瑟收下了，而他本人難道不知道這筆錢來的不光彩嗎？他當然知道，甚至在他後來那本洋洋灑灑的自傳裡，他記錄了自己獲得的每一枚勳章，卻對這筆實現了他下半生財富自由的50萬美元只字未提。這就是1941年的麥克阿瑟，此時的他距離名將還差着10萬8千里。在士兵眼中，他有個更響亮也更刺耳的綽號——地堡裡的道格。那麼，這樣一個在指揮上失誤、道德上有瑕疵的將軍，又是如何在此後的3年裡完成那場華麗的逆襲，從逃跑將軍變成太平洋凱撒的呢？如果說在菲律賓的慘敗是因為麥克阿瑟作為指揮官的失格，
那麼接下來他在澳洲上演的這出大戲，絕對能讓他拿下一座奧斯卡小金人。首先就是那句大家耳熟能詳的台詞 I shall return。 你可能会說，这不就是一句普通的誓言嗎？但這背后的水可深着呢。當時華盛頓給他的劇本寫的明明是 We shall return， 畢竟打仗是國家的事，怎麼就成了你一個人的事了？但麥克阿瑟不管，他大筆一揮，把我們改成了我。這一改，性質全變了。這場涉及幾百萬人生死的太平洋戰爭，瞬間就被他變成了一場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個人英雄秀。為了演好這出大男主戲，我們的麥克阿瑟將軍甚至不惜對自己的兄弟下黑手。當時接替他留在菲律賓背鍋的溫萊特將軍，在彈盡糧絕後被迫投降。按理說，這種替老大斷後的兄弟回來怎麼也得掛個勳章吧？但麥克阿瑟就4個字，堅決反對。他在電報裡把溫萊特罵得一文不值，理由是投降。但明眼人一看就懂，要是溫萊特這個敗軍之將成了悲情英雄，那麥大帥這個提前開溜的勝利者面子往哪兒擱？就因為這點小心眼兒，溫萊特的榮譽勳章被扣了整整3年，直到二戰結束，這位老兵才拿回了屬於他的勳章。如果你覺得麥克阿瑟只是吹牛皮的將軍，那你就太小看這位5星上将了，因為接下來的這波操作才是他真正封神的時刻。時間來到1944年，美軍已經推到了日本家門口。這時候擺在美軍面前的有2條路。 A 方案，海軍派的台灣攻略，這是尼米茲上將提出來的，簡單粗暴，直插心臟，跳過菲律賓直接拿下台灣島，這樣既切斷了日本的石油生命線，又能拿台灣當跳板轟炸日本本土。從軍事賬本上算，這是最省錢最快結束戰爭的打法。 B 方案，麥克阿瑟的菲律賓攻略，這方案說白了就是繞遠路，先打呂宋島解放菲律賓，這不僅要死很多人，而且從打敗日本的角度看，效率真不如打台灣。如果是你会選哪個？肯定會選 A， 對吧？但麥克阿瑟之所以是麥克阿瑟，就在於他根本不跟你算軍事賬，他跟你算政治賬。他的邏輯是這樣的：如果美國為了省事兒繞過了菲律賓，本質上就是違背了對菲律賓的政治承諾，那麼就算我們贏了戰爭，美國在亞洲的信譽也就徹底破產了。這就是將軍和政治家的不同。海軍的將軍們在算戰略，麥克阿瑟在算的世界秩序。他敏銳抓住了美國的戰後利益，這場戰爭不光是要打贏日本，更是要確立美國在戰後亞洲的老大地位。結果不出所料，羅斯福被說服了。就這樣，1944年10月，麥克阿瑟終於迎來了他人生的高光時刻，在萊特島拍出那張流傳千古的涉水登陸照。我們的麥大帥甚至不惜弄濕了他那條精心熨燙的卡其布扣子。而且據在場的小道消息說，這組照片因為第一次拍得不夠霸氣，甚至還可能進行了補拍。但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贏了。他不僅贏回了面子，還在戰後美國對亞洲戰略中佔據了一席之地。但你以為這就是巔峰了嗎？不，這僅僅是熱身。因為接下來這位剛剛還在泥水裡作秀的將軍，馬上就要換上一身新行頭，去日本當5星天皇了。如果說之前的麥克阿瑟還是個爭面子、有戰略眼光，但沒什麼指揮才能的將軍，那麼當他踏上日本后木機場的那一刻起，他升級了，他變成了一個人間之神，一個戴着雷朋墨鏡、手裡握着絕對權力的5星天皇。1945年的東京，放眼望去就是一片廢墟，7000萬日本人正等着新的征服者，等待着未知的未來，到底要怎麼處置他們？是要像蒙古人一樣屠城，還是像歐洲那樣搞大規模清算？但麥克阿瑟的操作直接把所有人都看傻了。他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給昭和天皇發了一張免死金牌。要知道，当時無論是美國國內的輿論，還是蘇聯、英國這些盟友，甚至包括一大半美國老百姓，都恨不得把裕仁天皇送上绞刑架。畢竟珍珠港的賬還沒算清呢。但麥克阿瑟表示絕對不行，他甚至發了一封電報嚇唬華盛頓：如果你們天皇出事了，我就需要至少100萬軍隊來鎮壓日本人的暴動，而且這治安戰要無限期的持續下去。難道他對日本皇室有什麼感情？別逗了，這純粹是一筆最冷血的政治買賣。麥克阿瑟心裡門清，在這個等級森嚴的島國，天皇就是那個唯一的神，只有控制住這個神，他這個外來的新神才能兵不血刃的讓7000萬人乖乖聽話。於是我們看到了那張著名的合影，一身便裝、沒精打采的小個子天皇站在高大魁梧、雙手叉腰的麥克阿瑟旁邊，不用開一槍，日本人的心理防線就徹底崩了。原本在日本宣傳中的神，在麥克阿瑟旁邊根本表現不出來屬於神的風采。緊接着是和平憲法，這玩意兒是怎麼來的呢？是麥克阿瑟讓手下的幾個美國律師在1周之內趕出來的，
甚至在草擬婦女權益條款的時候，負責的那個年輕女軍官只是翻了幾本參考書，就把日本婦女幾千年來都沒敢想的投票權給寫進了憲法裡。一個獨裁的像皇帝一樣的美國將軍，用最不民主的手段給日本植入了最激進的民主制度。在他在任的那幾年裡，他就是日本的法律，就是日本的上帝。他不需要聽白宮的，也不需要聽日本政府的。每天早上，當他坐着那輛黑色凱迪拉克去上班時，東京的警察會把所有的紅綠燈都調成綠色，沿途的日本人都會鞠躬。那種排場真的就是當代的人間之神。然而，就是在這個權力的巔峰時刻，麥克阿瑟那顆極度膨脹的大腦開始出現幻覺了。在日本的順風順水讓他產生了一種錯覺，他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他覺得自己比華盛頓那些穿西裝的政客更懂東方，更懂亞洲，更懂戰爭。這種錯覺就像一顆定時炸彈，埋在了即將爆發的朝鮮半島。當1950年的炮聲響起時，這位五星天皇即將迎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豪賭，以及最慘痛的一次崩盤。1950年的麥克阿瑟，他在菲律賓贏回了面子，在日本贏到了裡子。這時候的他已經不滿足當一個人了，他覺得自己就是那個能看穿未來的先知。你別說，他還真就看準了一次，而且這一次的眼光一直穿透到了70年後的今天。就在朝鮮戰爭爆發前夕，當華盛頓的那幫政客正準備徹底撤出東亞的時候，麥克阿瑟甩出了一份絕密備忘錄。他在裡面創造了一個直到今天還在影響世界格局的詞——不沉的航空母艦。他指着地圖上的台灣說，如果這裡丟了，蘇聯就等於憑空多了20艘航母，整個西太平洋的防線就會從中間斷開，美國將被趕回夏威夷。這份論斷直接鎖死了後來半個多世紀東亞的地緣格局。你不得不服，麥克阿瑟的戰略眼光確實毒辣，但上帝是公平的，他給了麥克阿瑟望遠鏡般的戰略視野，卻依然沒給他指揮的藝術。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麥克阿瑟迎來了他人生中最後一次也是最瘋狂的一次豪賭——仁川登陸。這地方簡直就是登陸戰的噩夢，極端的潮汐落差，巨大的海堤，狹窄的水道，所有人都說這絕對是送死。但麥克阿瑟再次堅持了自己的想法，他又賭贏了。這一把梭哈直接切斷了朝鮮的後路，把原本要輸掉的戰爭瞬間翻盤。這一刻，麥克阿瑟的威望突破了天際，他真的覺得自己就是不可戰勝的。然而，所謂骄兵必敗，當他揮師北上打到鴨綠江邊時，所有的情報都顯示中國軍隊要介入了。但麥克阿瑟就好像舊病復發一樣，死活不相信中國會跨過鴨綠江。結果呢，麥克阿瑟聖誕節前回家的承諾變成了一個地獄般的笑話。華盛頓終於忍無可忍了。1951年4月11日凌晨，杜魯門總統甚至沒給麥克阿瑟留一點體面，直接通過廣播宣布你被解職了。那一夜，五星天皇的權杖被收回了。之後的麥克阿瑟似乎一夜之間失去了所有光環，之後幾次試圖競選總統都以慘敗告終，最終在1964年病逝。就是這樣一個眼光長遠的戰略家，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一個能極有鏡頭感的藝術家。至於他的戰術水平，我們還是看一下他的戰略眼光吧。好了，關於這位五星上将的故事，火力軍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覺得這期視頻讓你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麥克阿瑟，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一起討論。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